2年前的11月份，我出了第一个视频，是关于在网上声讨一个认为带领中国人民闹革命，中国人民都亏欠他，搞得好像有多少人写了委托书，委托他带领我们闹革命一样。他认为这个世界上没有比他更革命的了。至于死在狱中的，是吧？死于抓捕迫害的，都不算，只有他最革命。所以呢，每个人都要支持他。那个时候我就在说，所有的骗子其实我们都打不死他，只能让他折服。其实这个年代呢，应该来说骗子是层出不穷的，因为傻子太多，骗子不够用。很多人都认为中国目前这个政权是专制的，这在全世界的范围内是一个可以公认的。不仅美国人在说，而且东欧人做得更绝，他们把宣扬共产主义认为是一种犯罪，是需要负刑事责任的，跟你在现在的德国宣扬纳粹一样，要受到刑罚惩处。那么也有人认为我反共了，我就理所应当的能够得到人民的拥戴，能够得到西方国家的保护，甚至理直气壮的认为我这样反共的人不保护我，保护谁呢？那么这是一个基于身份有一种高贵感，对吧？他认为他做的是一个光明正大的事情，每个人都应该支持他，各国政府也应该支持他。但事实我们看到，在这个世界上，知道并且了解马克思主义是什么东西的，基本上都反对他。这是一个共识，没有什么值得拿出来炫耀的地方。大多数西方国家不缺你一个反共的，因为人家本来就反共。至于经济上的关联是经济上的关联，甚至撒切尔的原话是，在推动经济自由的过程中，不可能不带去一点点政治自由。人家想到的是，在和平竞争、共同发展的过程中，利用经济上的发展来培养一个本土的反对派，因为经济上的成功，所以想获得更多的政治上的自由。他在诱导你走向一个现代国家的道路。那么也就意味着，反共也好，推翻中共这样的集权也好，这是一个全世界的共识，根本不需要谁来领导它。而且我们看到的叫嚷反共声音比较嘹亮的，基本上能力都不大。正是因为他没有能力去做一些他应该做的事儿，所以他才不得不花费大量的时间在叫嚷上。他认为他反共了，他就应该得到世界各国政府的保护，他就应该得到中国人民的供奉，把他当个佛一样，给他捐钱养活他，因为他这辈子除了反共就没干过别的。那么我们现在听到很多声音是西方政客说的，
把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分开。其实我们都知道，技术上做不到。第一，人家没有这么多精力；第二，本质上，中国共产党员就来自于中国人这个群体，分开只是一种姿态，事实上根本不可能做到。他没有把你完全的与中共分开。所谓的外交语言，只是经过包装，背后的本质是什么？我相信大家都应该知道，大家都是成年人。那么现在就出现一个极端的问题了，因为中国人没有感恩戴德，把这些高嚷的要推翻共产党的人当作职业政客来供养他们，给他们衣食无忧，专门挥洒着革命热情，在大肆的宣扬共产党的丑恶以及怎么样要推翻它，让全国人民都能站起来摒弃这个集权。所以呢，不仅要反共，而且得不到实质性的帮助，无论是外国政府还是本国人民，甚至海外侨胞。那在这种情况下，我们看到了一种把中国人称为牲口的，认为是整个中国人都不值得挽救这个民族堕落了，这个民族有问题，奴性比较重，应该被消灭。那么看到这些人的时候，很少有人愿意站出来指责他们两句，最多也就是把他们屏蔽掉，不跟他们发生什么交集。但是这帮人呢，闲得没事的时候，他们还在不断的叫嚷，因为没有更多的人支持他，所以他们就在找不同的平台发声。其实有好处，是吧？给他们发泄一下呢，有利于精神健康，这也算是一个人道关怀，对吧？在这个世界上，原本就是每一种不同的声音都可以和平的共处，你可以发表你的言论，就像学生选课一样，你说的有更多的人愿意来听，这是一件好事儿。你要是找不到学生来听你的课，学校取消了你的教职，是吧？那是市场的选择，对吗？这是一个完全商业的社会。作为一个成年人，你既有革命的热情，就应该有革命的技巧。最起码你在忙着开会喊口号的过程中，没那么多时间回家打老婆了，对吧？所以有很多人在这个时刻会窃笑但我不行。我其实今天会说两件事，这个倒不算大。其实一会儿我还会录一个视频，是关于是不是应该学习佐罗，上街都得蒙个面，除了谈情说爱，就得把自己脸蒙起来。我的感觉很简单，要么你就直接上街抗争，像东德那7万人，他们压抑住对斯塔西的恐惧，走向市中心，站在斯塔西总部的门口，发出
要变革，要自由，否则的话，其实回家睡觉就可以了，对吧？没必要参与政治生活。参与政治最大的问题是不要过度娱乐化。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，我们要求的是法律，要求的是一个有法可依的社会。当你有法作为基础的时候，其实每一件事儿的推进，它都有一个底线，法是约束权利的。这么简单的事儿，3000年前罗马人就搞懂了，3000年后的中国人搞不懂吗？说句良心话，现在无论是叫嚷的要变革中国，又把中国人踩在脚底下，巴不得把这个民族撕裂，让全体中国人都下地狱，是吧？为什么呢？你不就是想要钱吗？你不就是想要更多的人追随你吗？然后大家来供奉你，把你作为一个主流，让你做主席，最后呢？最后你可以不用打工，不用做任何事儿，有用不完的钱。其实康有为做到了，康有为仿冒了一份衣带诏，不仅有人给他捐款，甚至在捐款的同时，买革命债券的同时，当众就把革命债券烧了。烧了意味着什么？不用你还了，对不对？自从参与了在海外进行的革命斗争，当然他主要是保皇啊，康有为就再也没有缺过钱了，也没有妓院老鸨子派这个打手是吧，大茶壶追着他索要在妓院欠下来的这些银的了，他还有钱买地，娶小老婆，下一路小崽儿，是吧？100多年来，模仿他的人有很多，从来就没有缺过。但是成功的并不多。所以无论你叫嚷什么，你一定要知道，真正能够让你站起来的，是你有一套完整的思路，对中国未来转型的一套纲领性的东西。如果没有，仅仅是口号，你在任何情况下都只能是昙花一现。不要把自己看得过高。中国是一个10几亿人的国家，反对这个专制的人也是10把抓。能有一个鲜明的立场，能站得住，站得长远，要靠你自己。还是那句话，没文化走不远的。好了，谢谢大家，再见。